奶奶带着孙女去买菜，见孙女表现乖巧，便让她站在原地别动，自己去买个礼物送给她。然而她才刚刚转身，一双充满罪恶的双手便伸向了女孩，而一场骇人听闻的悲剧也就此拉开了帷幕。女人名叫周洁，同丈夫曾志军结婚4年，孕有一女小雨。夫妻2人平日里忙于工作，于是便将小雨交给婆婆照顾。这天正在上班的周洁突然接到婆婆的电话，告知小雨不见了。周洁一听，顿时就急了，撂下电话就赶到了派出所报案。派出所里，愧疚不已的婆婆失声痛哭，扬言找不回小雨，自己也不活了。周洁见此情形，虽然心中有气，但也不好再指责什么。然而当周洁回到家后，看到曾志军一个劲的在吃饭，气便不打一处来。吃，你就知道吃。小雨不是你的女儿，你心里一点都不着急吗？还有心思吃饭，你良心让狗给吃了。曾志军知道周洁心里难受，也没有回嘴。可一旁的曾母却忍不住为儿子抱不平，怒斥周洁说话过于难听，说完便让曾志军接着吃饭，不要管他。冷静下来的周洁心生疑惑，女儿好端端的怎么会失踪？又想起一向重男轻女的婆婆对自己的女儿并不待见，于是便将目光看向了曾母。一定是你捣的鬼，你一直嫌小雨是个女孩，你一直想让我生个男孩，所以你就故意把她带出去，故意把她给弄丢了，是不是？曾母闻言顿时一愣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周洁又突然哭喊着求她告诉自己孩子的下落。曾母顿时就急眼了，我是她的亲奶奶啊，哪个亲奶奶愿意把自己的亲孙女儿送到外面去啊，受苦受累的？你别有气往我身上撒。周洁听完也没再和曾母争辩，一家人不欢而散。而另一边，带走小雨的神秘男人见小雨一直在哭闹不肯吃饭，良心不由得也受到了谴责。无奈之下，他便打了一通电话，而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接电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曾母。原来重男轻女的曾母一直想要儿媳生一个孙子，延续曾家香火，可早已将小雨视为心头肉的周洁无意再添2胎，于是便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。丧心病狂的曾母为了达到目的，竟狠心将一手带大的孙女拱手送给别人。而这个带走小雨的男人名叫杨兴明，是曾母老家里的一个远房亲戚。杨兴明因为父母双亡，再加上早年受过曾母的帮助，所以当曾母向他提出了这个计划时，杨兴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。可自打小雨来到杨家后，就一直在哭闹，不吃不睡。眼见小孩遭此折磨，杨兴明的良心也受到了谴责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打电话给曾母，想让曾母将小雨领回去，可却遭到了曾母的厉声斥责。事已至此，束手无策的他也只能默默接纳这个小女孩。而另一边，因为经常请假，再加上业绩不好，曾志军惨遭公司开除。周洁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不怒反喜，让他全身心的去找小雨，自己则负责赚钱补贴家用，除日常开销外，剩下的钱必须用来找女儿。曾母一听，顿时不乐意了，直言养家糊口是男人的事，这么做是不把自己的儿子当男人看了。他是不是男人你看不出来啊？工作丢了，孩子守不住，就没见过这么窝囊的男人。周洁说完也不再理会2人，转身就跑回了屋子里，看着女儿的照片，再想起自己因为生了一个女孩受尽了婆婆的白眼，甚至连月子期间都对自己不闻不问，周洁心里对婆婆的恨不禁更增添了几分。而另一边，在朝夕相处之下，小雨也逐渐接受了杨兴明这个新爸爸。杨兴明为了给小雨报名读书，便抱着她去派出所，想给她上户口。可由于杨兴明属于单身青年，和小雨的年龄差没有达到40岁，所以不能办理收养手续。杨兴明听完有些失望，不过派出所民警给他提了个建议，称他如果找个人结婚，就可以办理领养手续。杨兴明见给小雨办户口无望，又不忍心小雨不能上学读书，于是便给曾母打电话让他帮忙。曾母接到杨兴明的电话后，鬼鬼祟祟地躲到了房间里。得知杨兴明要给小雨上户口，曾母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。你们家都穷成那样了，你让他上什么学呀？就让他在家里给你干点活不行吗？杨兴明一听也急了，称不管怎么样，他总不能让小雨一直是个黑户吧。然而此时曾母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让杨兴明自己想办法，以后不要再联系自己，随后便挂掉了电话。而2人的对话都被门外的周洁听见。
周杰以为曾母有了小雨的消息，激动不已。曾母却灵机一动，谎称是孤儿院打来的电话，说既然夫妻二人不肯给他生个孙子，他就去领养一个。周杰听出婆婆的言外之意，但此时的他完全没有这个心思。他让曾母赶紧断了这个念想，并称自己是不会放弃小雨的。你要真想要孩子，你就让曾志军跟我离婚，然后去找一个能给你们生孩子的。周杰说完也不再理会婆婆，转身就回到房间。曾母一看，冷哼了一声，自言自语地说自己看他还能等多久。而这边的杨兴明为了给小雨上户口，无奈之下便找到一直对自己有意思的寡妇高小慧，并提出了要和她结婚的想法。高小慧一听，顿时欣喜若狂，拉着杨兴明的手恨不得立马就要跟他洞房。杨兴明则像个小媳妇一样，扭扭捏捏地向高小慧提出了自己的条件，那就是两人办证以后必须马上给小雨上个户口。高小慧倒也干脆，想都没想便答应了下来。另一边，周杰因为思念小雨，在医院上班时频频出错，遭到了患者的投诉。心里憋着一股气的他回到家后，见到志军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曾志军，我不把你当男人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太太，成天在家里吃了睡，睡了吃。我拜托你搞清楚，我要的是男人，不是小白脸。志军一脸无奈，表示自己如果有错，周杰可以说出来，他可以改，不要一回家就冲他发火。周杰也知道自己是在无理取闹，可此时的他已经无法克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大骂曾志军无能，并直言后悔嫁给曾志军这个窝囊废。曾母在屋里听到两人的争吵后，急忙走出来替儿子说话，说曾志军为了找小雨，已经2天2夜没合眼，休息一下怎么了？还说曾志军是因为爱周杰，所以才不跟周杰计较，不要整天拿他撒火。然而周杰并不理会，称只要没有找到小雨，他怎么做都是不对的。你看他现在的样子，你看看，他还是个男人吗？他干了男人应该干的事儿吗？明明就是一个吃软饭的，你还把他当个宝，你混蛋你！周杰和志军都没料到婆婆会突然动手，志军赶忙起身打圆场，并答应周杰自己现在就再去找孩子，让他不要跟自己的母亲闹了。说完就拿起衣服离开了家。经历了这一次的闹腾后，志军在周杰的要求下，一边开出租车，一边继续寻找着小雨，可始终没有孩子的任何消息。时间就这样过去了4年。失去小雨的周杰虽然一直不愿意再要孩子，但还是在周围人的劝说下动摇了。而曾母得知周杰怀上孩子后，心里自然十分高兴，她笃定周杰这胎怀的肯定是男孩，从此对周杰百般顺从，再也不敢惹他生气。而杨兴明这边为了能让小雨过上正常的生活，顶着全村人的冷嘲热讽入赘到了高小慧家里。通过这几年的努力，一家3口也搬到了城里居住。不过高小慧虽然也很喜欢小雨，但还是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，于是便向杨兴明提出了要和他生个孩子的想法。杨兴明以他现在年纪大了，生孩子会有危险为由拒绝了，并直言自己现在有小雨一个就足够了。高小慧虽心有不悦，但并未明说，她想着可以再慢慢劝服丈夫答应自己的请求。然而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杨兴明为了小雨早就做好了不要孩子的计划。他瞒着高小慧偷偷做了结扎手术，所以他不可能再有生育能力了。他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件事告诉高小慧，只能想着能瞒1天是1天。而杨兴明一家人搬到城里后没多久，便被偶然路过的曾母看到了。见杨兴明和高小慧对小雨百般呵护，并且现在周杰又怀了他们家的孙子，曾母的心里不禁为自己当初送走小雨的决定感到十分自豪。这天曾母见周杰去上班后，她便偷偷给杨兴明打电话，提出要去看一下小雨。不料这段对话都被回来拿手机的周杰听到了。听到曾母不断说着小雨的名字，周杰心头一惊，越来越肯定女儿的失踪与婆婆逃不了干系。一想到这，愤怒和痛苦顿时充斥他的全身。正当他不知所措时，曾母已经打完电话，准备动身去杨兴明家。周杰本想偷偷躲起来，可因为太紧张，不小心发出了声响。曾母跑出来看见周杰后，也被吓了一跳。他故作镇定地问周杰怎么还没去上班。周杰不敢转头看他，只能强压心中的愤怒，称自己是回来拿手机的。说完便飞快地离开了家。
曾母在家等了一会儿后，见门外没有了周杰的动静，这才鬼鬼祟祟地出了门。而他没想到的是，此时的周杰正躲在他的身后注视着这一切。周杰跟着曾母来到杨兴明住的小区里，见曾母上了楼，他便给志军打电话，让他赶紧过来。曾母见到杨兴明后，立马就给他跪了下来，恳请他们搬离城区。自己好不容易让周杰再要一个孩子，不想在这节骨眼上再出岔子。杨兴明一听有些为难，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时，躲在一旁的周杰却再也忍不住了。曾母和杨兴明被周杰的突然出现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忙伸手准备去拉他，可却被他一把甩开。见失踪多年的女儿果真在此，周杰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赶忙抱起女儿准备将她带走，可却遭到杨兴明几人的阻拦。周杰见状，拿起桌子上的一把水果刀，疯了似的大喊着让他们滚开。一旁的小雨则被吓得失声痛哭，杨兴明连忙哀求她不要冲动，称这样会吓到孩子的。婆婆一看也劝她不要激动，别动了胎气。然而周杰此时已经听不进任何劝阻，挥舞着水果刀不让他们靠近。这时得知消息的志军也赶了过来，看到小雨后，他顿时也陷入了疯狂，马上冲进来抓起小雨就要带她离开。杨兴明见此情形也彻底疯狂了，一把将周杰手里的刀夺了过来，威胁周杰夫妻俩将孩子放下，否则自己今天就杀了他们。周杰愣在了当场，无助的他只能朝着杨兴明跪了下来，求他将孩子还给自己。大哥，我求求你把孩子还给我好不好？他是我的孩子，我亲生的。你们想要什么，你们跟我说，我都给，我都给你们，我求你们了，你们把孩子还给我，我求你们了。杨兴明呆呆地站在原地愣了许久，这才缓缓地放下了手里的刀。周杰一看也不敢再多说，赶忙站起身来，拉着小雨就离开了杨兴明的家里。小雨的离开让杨兴明伤心欲绝，失去了小雨的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面对接下来的生活。而另一边，小雨早就对周杰没有了任何印象，他只认为周杰是把他从爸爸身边抢走的坏女人，所以不仅跟他没有任何亲近，甚至还对他十分厌恶。你不是我妈妈，你出去，我要回爸爸家。周杰听到小雨的这话，眼泪瞬间夺眶而出，他赶紧拿出两人的合照，试图唤醒女儿的记忆。可小雨却说什么也不肯听，他不停地拍打着周杰，让他滚出去。周杰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抚小雨，只能任由他打骂自己。这时曾母进来，见到这一幕马上就急了，称妈妈肚子里还怀着弟弟，要是伤着弟弟了怎么办？小雨一听顿时更气了，他大喊着让他们出去。曾母见状也不再多说，推着周杰就离开了小雨的房间。连日来的委屈终于使周杰彻底爆发了，跟婆婆大吵了一架。而曾母此时还兀自委屈地说道，为了增加的香火，自己别无他法。没得选，你就把我的小雨随随便便送人，那你怎么不把你那窝囊废的儿子随随便便送人？曾母听到他的这番话也急了，大骂他不要得寸进尺，自己是她婆婆，志军是她老公，她怎么敢当着自己的面说这样的话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们不是一直想抱孙子吗？行，我让你们抱不成孙子。曾母一听顿时就急了，警告儿媳不要做出极端的事，不然自己跟她没完。然而周杰这次显然是铁了心的要与她抗争到底，称为了小雨，他绝对不会要这个孩子的。周杰的这个态度把曾母震在当场，他愣了半天，突然一改之前蛮横的作风，朝周杰跪了下来，哭着哀求他不要做傻事。周杰听着婆婆的哀求，没有丝毫的动容。闻声而来的志军看见母亲跪在地上，准备上前搀扶，却被曾母一把甩开。此时的曾母一门心思只在那个还未出世的孙子上。然而即便如此，周杰始终一言不发。一旁的志军终于看不下去，大声斥责周杰不该如此对待自己的母亲。原来你会凶啊，你也会发火啊？难不成你平时那副窝囊样子都是装给我看的？妻子毫不留情的侮辱，终于让志军忍无可忍，愤怒之下甩了周杰一巴掌。不是你干嘛要打他你啊？你打来你有本事把我肚子里的孩子一块打了！周杰越说情绪越激动，曾母一看赶紧推开志军，让他先出去，继而又回头安慰周杰。
可周杰此时已经恨透了他，他说什么也不肯原谅曾母，大喊着让他们都给自己滚。隔天，杨兴明来到周杰家门外想看小雨，可周杰面对他的苦苦哀求，说什么也不肯让他进门。在周杰看来，杨兴明与人贩子无异，他警告杨兴明，如果不走，自己立马报警。杨兴明见状，只能先行离开。可已经把小雨视如己出的杨兴明却并没有放弃。夜里，他偷偷来到小雨的窗外看她，两人见面后哭得撕心裂肺。这时，小雨听到周杰走进来的声音后，便赶紧将窗帘拉上。周杰见状也没有责怪他的意思，他拿着一个小熊想送给小雨，可小雨还是一如既往地排斥亲生母亲的各种行为。你是不是不喜欢妈妈肚子里的宝宝？喜不喜欢？你不都已经怀上了吗？我不喜欢，你还能不要啊？你都可以抛弃我，再生一个弟弟了，还用征求我的意见吗？小雨的话让周杰心如刀绞，事已至此，他不再犹豫，向小雨保证自己明天就去将弟弟打掉，以后就只对他一个人好。隔天一大早，曾母就端着鸡汤进来给周杰补身体，可却从小雨口中得知周杰去了医院。曾母一听，差点瘫软在地，赶紧放下鸡汤往医院跑去。然而等他到达医院时，周杰已经从手术室走了出来。得知周杰已将腹中胎儿打掉之后，曾母再也控制不住的给了周杰一巴掌，疯了似的要周杰还他孙子。争吵声很快引来了路人的围观，周杰也不甘示弱，将曾母的罪恶行径公之于众，并扬言自己要去派出所告发曾母。你不是想要个孙子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都别想。曾母听完周杰的话，突然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，崩溃地跑出了医院。等周杰反应过来时，曾母已经被一辆车撞倒在了地上。最终，曾母因为抢救及时，捡回了一条命。在鬼门关前走过一趟的曾母彻底释怀了，对于延续香火仪式也不再有了执念，直言有小雨就够了。婆媳二人冰释前嫌，重归于好。而在周杰的耐心引导之下，沉睡在小雨内心最深处的记忆终于被唤醒，母女二人终得以相认。而另一边，心怀愧疚的杨兴明向高小慧坦白了一切，并给她递上了一份离婚协议。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知道真相后的高小慧一把撕掉离婚协议，表示只要杨兴明是真心爱自己的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二人相拥而泣。杨兴明虽是曾母的帮凶，但周杰念他对小雨百般呵护，并且因小雨而结扎，导致终身不会再有孩子，亦是可怜之人，最终也选择原谅了他。故事的最后，小雨认杨兴明夫妇为异父异母，两家人就这样和睦地相处下去，收获了一个美好的结局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就请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讯息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